新媳妇林月嫁进李家的第3天夜里，房门被人从外面悄无声息地捅开了一个小洞。那是一个寂静的能听见飞蛾扑打窗纸声的夜晚。林月刚嫁给镇上做点小买卖的李二，心里还带着新嫁娘的羞涩和对未来的憧憬。丈夫李二待她温柔体贴，虽然家境不算大富大贵，但有个安稳的院子。公爹李老汉看着也还算和善，日子似乎正朝着安稳的方向去。可就是这个夜晚，一切都变了味。他睡得迷迷糊糊，忽然被一阵极其轻微的木头碎裂的嘶嘶声惊醒。那声音很细，像是老鼠在啃噬门板，但又多了一丝规律的扭动。林月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她侧耳细听，丈夫李二在身旁睡得正沉，呼吸匀称。她不敢动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那声音持续了约莫1盏茶的功夫，然后停了。紧接着，一线微弱的月光像一根冰冷的银针，从门板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圆孔里直直地刺了进来，正好落在她盖着的被子上。林月浑身的血都凉了。有人在门外，在她的新房门外凿穿了一个洞。是谁？贼吗？可家里没什么值钱东西。难道是？她不敢想下去。她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感觉那洞口后面一定有一只眼睛，一双贪婪冰冷的眼睛，正在黑暗中一眨不眨地窥视着她。恐惧像一张湿冷的网，将她密密实实地包裹起来，让她动弹不得。那一夜，她睁着眼睛直到天亮，那根月光组成的银针也像扎在她心上一样，疼了一整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她趁着丈夫和公爹都出了门，才敢凑到门边仔细查看。那个小洞被凿得很巧妙，位置正好对着床铺，从外面看，被门框的阴影遮挡着，不仔细瞧根本发现不了。林月用一小块布头蘸了点锅底灰，小心翼翼地把洞口堵上，心里却堵得更慌了。她想告诉丈夫李二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？说出来，岂不是让人觉得她不干净，会惹来闲话？新媳妇刚进门就说家里闹贼，还是这种专干偷窥勾当的贼，传出去李家的脸面往哪搁？她只能把这巨大的惊恐和委屈死死地压在心底。然而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从那天起，林月就觉得家里处处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，尤其是她的公爹李老汉。李老汉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身子骨还算硬朗，平日里沉默寡言，脸上总是没什么表情，一双眼睛却总是金光四射，像鹰隼一样。以前林月只觉得他威严，现在却觉得那眼神里藏着些别的东西，每次被他看到，都像被什么黏腻的东西爬过皮肤，让他很不自在。有一次，林月在院子里洗衣服，李老汉从外面回来，路过他身边时，脚下一个趔趄，手中的茶杯哐当一声摔在地上，滚烫的茶水溅了林月一手。林月啊的一声缩回手，手背上立刻红了一片。爹，您没事吧？他顾不上自己的疼，连忙问道。李老汉却没理会他的话，而是不由分说地抓住了他被烫伤的手，一边用他那粗糙的像树皮一样的手指摩挲着他的手背，一边嘴里啧啧有声：“哎呀，这细皮嫩肉的，可别烫坏了。来，我给你吹吹。”他的气息喷在林月的手上，带着一股陈年的烟草味，让林月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手，眼神里的热度比那刚烧开的茶水还要烫人。林月又羞又怕，拼命想把手抽回来，可李老汉的力气大得惊人，抓得他生疼。爹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他声音都在发抖。正好这时，丈夫李二从屋里出来，看见这一幕，
笑着走过来说：“爹，你也太不小心了。月儿，快进屋用凉水冲冲，涂点药膏。”李老汉这才悻悻地松开了手，嘟囔了一句：“我这不是关心儿媳吗？”李二扶着林月进了屋，一边给他涂药，一边安慰道：“月儿，你别多心，我爹就是这么个粗人，没什么坏心思。他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，如今家里添了你，他高兴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。”林月低着头，心里却怎么也无法平静。一个正常的公爹会用那种眼神看媳妇的手吗？会抓着不放吗？他不敢再想，只能安慰自己，或许真是自己多心了。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让他的这种自我安慰变得越来越无力。他洗干净晾在院子里的贴身衣物，第二天收回来的时候，总觉得上面有一股淡淡的不属于她和丈夫的烟草味。有一次她甚至发现自己的肚兜上有一个不明显的潮湿的印记，仿佛被人凑上去闻过一样。临奇迹般的她感到一阵恶心，冲到院角干呕了半天。还有吃饭的时候，李老汉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椅子挪得离他很近，一双眼睛总是在他的脸、脖子和胸口来回打转。他还会不停地给林月夹菜，夹的都是些油腻的荤菜，一边夹一边说：“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女人家还是丰腴一点好看。”那眼神，那话语，像一把油腻腻的刷子，把林月从头到尾刷了一遍，让她食不下咽。她求助似的望向丈夫李二，李二却要么埋头吃饭，要么就笑着附和：“是啊，月儿，爹说的对，多吃点。”林月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她不明白，是丈夫真的如此迟钝，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？或者在他心里，孝顺爹爹比妻子的感受更重要？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公爹开始干涉他的饮食。有天晚上，李老汉亲手端来一碗黑乎乎的汤药，说是他托人寻来的补药，对女人的身子最好。那药闻着就有一股土腥味，上面还飘着几粒红色的果子，看着十分怪异。月儿，快趁热喝了，这是好东西，大补。李老汉把碗推到他面前，眼睛里闪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光。林月看着那碗药，胃里就一阵翻腾。他推辞道：“爹，我身子挺好的，不用喝这些。”“怎么不用？你嫁过来都快1个月了，肚子还没动静。喝了这个，保管你明年就给李家添个大胖小子。”李老汉沉下脸，语气变得强硬起来。李二也在一旁劝：“月儿，爹是一片好心，你就喝了吧。”林月被逼得没有办法，捏着鼻子喝了一口，那股怪异的味道直冲喉咙，差点让他吐出来。他实在喝不下去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李老汉见他这样，脸色更难看了，冷哼一声：“这么金贵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”说完，他一把夺过碗，自己咕咚咕咚几口喝了个精光，喝完还用舌头舔了舔碗边，一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林月，那眼神里的意味让林月如坠冰窟。从那天起，林月彻底陷入了噩梦。她开始失眠，整夜地做噩梦，梦见那只窥视的眼睛，梦见公爹那双粗糙的手和滚烫的眼神。她白天精神恍惚，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，脸色蜡黄，原本水灵灵的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。村里的闲言碎语也渐渐传开了。有人说李老汉老不正经，看上了新儿媳妇；有人说林月看着就不是个安分的，指不定和公爹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。这些话像刀子一样，一刀一刀地割在林月的心上。他觉得自己在李家就像一个被困在蛛网里的飞蛾，无论怎么挣扎，都逃不出那张由公爹的欲望
和丈夫的末世编织成的大网。丈夫李二对她的变化并非毫无察觉，他也会问她怎么了，但林月不敢说实话。他试探过一次，委婉地提起公爹的一些举动让他不舒服。李二听了，眉头一皱，说：月儿，你想多了，我爹他就是孤单久了，拿你当亲闺女疼，你别整天胡思乱想，咱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一句话就把林月所有的委屈和恐惧都堵了回去。他明白了，在这个家里他孤立无援。林月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开始出现头晕、乏力的症状，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心慌。她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，快要死了。她想过回娘家，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受了委屈就跑回家，只会让娘家人蒙羞，在婆家也再无立足之地。她也想过报官，可这种事没有证据，官府怎么管？说出去只会成为更大的笑话。绝望之中，一个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，他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毁掉。他要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要找到证据保护自己。从那天起，林月不再只是被动地承受恐惧，他开始悄悄地观察。他装作顺从和麻木，但一双眼睛却在暗中留意着公爹和丈夫的一举一动。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。公爹李老汉虽然总是在饭桌上盯着他，但有好几次，当丈夫李二给他夹了一块他声称特地为他炖的肉时，公爹的眼神会瞬间变得极其锐利，甚至带着一丝紧张。是的，是紧张。而且公爹自己从来不碰李二特地为他准备的那些菜肴，还有那晚他逼他喝的补药。他自己喝完之后，第二天一整天脸色都不太好，好几次都捂着肚子匆匆跑去茅房。那药似乎并不是什么大补之物。最让林月起疑的是一天深夜，他因为心悸睡不着，悄悄披衣起身，想去院子里透透气。刚走到窗边，就借着月光看见一个黑影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，拿着个小铲子在挖土。那身影正是公爹李老汉。他挖了个不深的坑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，小心地放进去，然后迅速把土埋好，还用脚踩了踩平，做得天衣无缝。林月的心狂跳起来，大半夜的鬼鬼祟祟的在院子里埋东西，一定有鬼。第二天，趁着公爹和丈夫都出门了，林月拿着一把小锄头来到那棵老槐树下。她凭着记忆找到了昨晚那个位置，小心地挖了起来。没挖多深，就碰到了那个油纸包。她把土拨开，将油纸包拿了出来。包的里3层外3层，很严实。他颤抖着手一层层打开，里面包着的不是金银财宝，也不是什么害人的巫蛊之物，而是一些残羹剩饭。正是前一天晚饭时，丈夫李二热情地夹到她碗里，而她因为没什么胃口，只吃了1、2口就剩下的那些。林月愣住了，公爹为什么要大半夜的把他吃剩的饭菜偷偷埋起来？这太不合常理了。如果只是倒掉，直接倒进泔水桶里就是了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疑惑像一颗种子，在林月心里迅速发芽。他开始将所有零碎的线索串联起来。那个门上的小洞，公爹意外烫伤他并抓住他的手，他偷闻他的衣物，他逼他喝下那碗奇怪的汤药，以及现在这包被埋起来的剩饭。如果这一切都不是他想的那样呢？如果公爹的行为背后有别的目的呢？一个大胆的让他自己都觉得荒谬的念头从心底深处冒了出来。抓着他的手是在探他的脉搏吗？闻他的衣服是在闻什么特别的气味吗？
那个小洞是为了监视他什么？逼他喝药，又埋掉他的剩饭？难道他吃的饭菜里有毒？这个想法一出来，林月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她用力摇了摇头，想把这个可怕的念头甩出去。她的丈夫李二，那个对她温柔体贴、嘘寒问暖的男人，怎么会给她下毒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可是除了这个解释，似乎没有别的理由能把所有这些怪事都串起来了。如果饭菜有毒，那么公爹发现之后，因为没有证据，又不能直接揭发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所以只能用这些笨拙又怪异的方式来保护他。他凿开门洞，是为了观察他中毒后的反应；他抓他的手，是为了确认他的脉象；他闻他的衣服，是想确认毒物的气味；他逼他喝下那碗怪药，其实是解毒的药；他自己喝下去，是为了证明药没问题，结果因为药性太猛，反而拉了肚子。他把他有毒的剩饭埋起来，是为了不让家里的鸡鸭误食，同时也是为了留下证据。林月越想，心越凉，手脚也跟着冰冷。他不敢相信，却又觉得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。他决定再试一次。这天，李二又从外面给他带回了他最爱吃的桂花糕。他笑着递给林月：“月儿，快尝尝，我特地跑了好几家铺子才买到的，这家做的最地道。”林月接过桂花糕，心里却在打鼓。她看着丈夫那张熟悉的、带着温和笑意的脸，突然觉得有些陌生和恐惧。她拿起一块，正要往嘴里送，坐在一旁的公爹李老汉突然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：“嗨嗨！”那声音又响又急，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。林月的手一顿，她抬眼看向公爹，只见李老汉脸色涨红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手里的桂花糕，眼神里充满了警告和急切。林月的心中瞬间明了，她微微一笑，把桂花糕递到丈夫李二嘴边：“夫君，你为我奔波辛苦了，你先吃第一块。”李二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他摆摆手说：“不了，这是买给你吃的，我一个大男人不爱吃这些甜腻的东西，就吃一块嘛。”林月坚持着，语气里带着撒娇的意味：“你若是不吃，就是不心疼我。”李二的脸色有些变了，眼神躲闪着，推辞道：“我刚在外面吃过饭，实在吃不下了。你快吃吧，别凉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着的李老汉突然站了起来，一把从林月手里夺过那块桂花糕，二话不说就塞进了自己嘴里，大口地咀嚼起来。他一边嚼，一边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李二，仿佛要用眼神将他生吞活剥。李二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，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极度的恐慌。“爹，你干什么？”他失声叫道。李老汉没理他，三两口把桂花糕咽了下去，然后指着李二，声音沙哑而悲愤：“你这个畜生！”说完这两个字，他突然捂住胸口，身子一晃，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。“爹！”李二和林月同时惊叫起来，冲了过去。李老汉倒在地上，嘴角已经溢出了黑色的血丝，呼吸也变得微弱。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了林月的手，眼睛却还死死地盯着李二，嘴唇翕动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林月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公爹用自己的命为他证实了这最后的猜测。李二彻底慌了神，他扑在李老汉身上，哭喊着：“爹，爹，你醒醒啊！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有。”他的哭喊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林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他看着嘴角流血、人事不省的公爹，
又看着状若疯狂的丈夫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软弱下去了。她猛地站起身，冲出家门，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：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杀人啦！她的喊声划破了小镇的宁静，邻居们纷纷跑了出来，看到李家院子里的情景都惊呆了。很快，镇上的差役也闻讯赶来，官府的人来了之后，场面很快被控制住。李老汉被紧急抬去找镇上最好的郎中，李二则被当场控制了起来。林月跪在堂上，将自己这段时间的所有经历和猜测，连同那包从地下挖出来的剩饭，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了出来。一开始，听审的官员还觉得有些匪夷所思，一个公爹用如此古怪的方式保护儿媳，而丈夫却处心积虑地要毒害妻子，这简直闻所未闻。但是当郎中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李老汉确实是中了一种罕见的慢性毒，只是这次因为剂量太大才急性发作，而这种毒与之前在李老汉房中搜出的几杯草药，以及他逼林月喝下的那碗汤药的成分正好相生相克。那碗汤药确实是解药，只是药性霸道，常人喝了会伤身，但对中毒之人却是救命良方。随后，差役又在李二的床下搜出了一个还没用完的纸包，里面装着灰白色的粉末。经过郎中辨认，正是导致李老汉中毒的那种毒药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李二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，他瘫倒在地，哭着全招了。原来李二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老实本分，他早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在外面欠下了一大笔还不清的赌债。城里的一个富商看中了他，许诺只要他娶了富商那个有残疾的女儿，不仅帮他还清所有赌债，还给他一大笔钱，让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可是李二当时已经和林月定了亲，他贪图富商的钱财，又不想背上退婚的骂名，便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策。他先是照常娶了林月进门，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样子，背地里却从一个江湖郎中那里买来了这种名为枯藤禅心的慢性毒药。这种毒无色无味，混在食物里难以察觉，中毒者只会慢慢变得虚弱、憔悴，最后像花枯萎一样死去，看起来就像是得了什么消耗性的疾病，任谁也查不出问题。他本以为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等林月病死之后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攀那门富贵亲事。但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自己的父亲李老汉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。李老汉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，曾经在一个大户人家做过护院。那家主人精通药理，李老汉耳濡目染，也学到了一些皮毛，尤其对一些偏门的毒药和解药略知一二。李二第一次下毒是在给林月的一碗燕窝粥里，他自以为做得隐秘，却没逃过父亲的鼻子。李老汉闻出了那股极其细微的带着一丝甜腥味的毒药气味，那一刻李老汉心如刀绞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生儿子竟会为了钱财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。他想立刻揭发儿子，可那是他的亲骨肉，他下不了手。而且他没有证据，空口白牙的去告发儿子毒害儿媳，谁会相信？说不定还会被当成是老糊涂疯了。痛苦和挣扎之后，李老汉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，在暗中保护儿媳。他不能明说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干预。他凿开门上的小洞，是为了每天晚上观察林月是否有中毒后咳血、盗汗的症状，以便及时应对。他故意打翻茶水，抓住林月的手，其实是在偷偷给她号脉，感受她脉下的强弱。他去闻林月晾晒的衣物，
是想通过汗味的变化，判断毒素在他体内沉积的程度。他不停地给林月加那些油腻的荤菜，是因为他知道那些油腻的东西可以暂时包裹住毒素，减缓吸收。他强迫林月喝下那碗黑乎乎的补药，其实是他凭着记忆配出的解药。他知道这解药药性猛烈，怕林月不信，便自己先喝，想证明无害，结果自己反而被药力冲得拉了几天肚子。每一次当李二端出什么好东西给林月时，李老汉都心惊肉跳，他只能用咳嗽、瞪眼这些方式来提醒林月。他把林月吃剩的有毒饭菜偷偷埋起来，一是为了留下物证，以防万一；二也是怕这些东西被处理掉，就死无对证了。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哨兵，守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战场上，用自己笨拙甚至有些猥琐的方式，与自己儿子的恶毒心肠做着斗争。他承受着儿媳的误解和恐惧，忍受着村里人的指点和唾骂，心里早已是千疮百孔。直到最后那块桂花糕，他知道儿子已经等不及，加大了剂量。眼看林月就要吃下，情急之下，他只能自己抢过来吃掉，用自己的命来换取真相大白的一刻。真相揭开，满堂皆惊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之前那些说闲话的邻居，一个个都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谁能想到，一个被众人唾骂为贪色的公爹，背后竟然藏着如此深沉而悲壮的守护。林月早已是泪流满面，他跪行到还在昏迷的公爹床前，一边磕头一边哭喊：爹，是儿媳错了，是儿媳瞎了眼，错怪了您，您快醒醒啊！或许是他的哭喊起了作用，也或许是郎中的医术高明。几天后，李老汉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。因为他之前断断续续喝过自己配的解药，体内有了一定的抗性，加上这次抢救及时，总算是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。而李二因为意图谋杀妻子，逼死生父，罪大恶极，被判了重刑，押入大牢。那个与他勾结的富商，也因教唆行凶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李家的风波就此平息。经过这场变故，李家只剩下了李老汉和林月两个人。村里人都以为林月肯定会离开这个让他伤心欲绝的地方，可他没有，他留了下来，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大病初愈的李老汉。他为他煎药、做饭，扶他下床走路，给他讲外面发生的趣事。家里的里里外外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曾经那个阴森压抑的院子渐渐有了温暖和生气。李老汉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，脸上的表情也不再是过去那般严肃冰冷，他会对着林月露出慈祥的笑容。他话依然不多，但看林月的眼神里充满了父亲对女儿的疼爱和欣慰。周围的邻居对李老汉和林月也从过去的鄙夷变成了由衷的敬佩。人们都说李老汉是有大智慧大慈悲的人，而林月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子。李家的门楣非但没有因为李二的恶行而败落，反而在这一老一少两个好人的支撑下重新焕发了光彩。几年后，在李老汉的做主和街坊邻居的撮合下，林月招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年轻货郎上门。婚后，小两口对李老汉孝顺有加，很快家里就添了孩子，整日里欢声笑语。在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，李老汉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，看着林月和她的丈夫正教着刚会走路的孙子喊爷爷。孩子口齿不清地叫着，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。阳光透过槐树的叶子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照在李老汉那张饱经风霜却无比安详的脸上。他想起了那个曾经被凿开小洞的房门，想起了那些被误解的日日夜夜。如今
所有的阴霾都已散去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善良，而善良最终也给了他最温暖的回报。这世间的公道或许会迟到，但它从不会缺席。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。